对双鱼座的女子而言，是利于行动的夜晚。半年前开始着手策划逃跑方案的苏少卿，今夜一切准备就绪，开始越狱行动。他的行动是在严密囚禁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。这意味着冒名顶替他的鱼刺危险来临。不安的根源就来自疯狂逃窜的苏少卿，这是双胞胎之间能逾越时空的心灵感应。报告台长，发现目标！这轮铁脚这么快，准备过围，上！范队长，听到破门的出卷点判断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这个叛徒，我代表人民。喂，自杀，请冷静。骚报线还是热的，恭喜少佐，这回大功一件。都给我勘察现场。是。站住！来夺回电台，走，赶紧跟我出去看。等等，有动静，这边。
范队长率领别动队突然杀回，虚张声势，做出夺回电台的架势，只是为了配合鱼刺把侦破电台的行动做结实。行了，不用追了，他们已经撤了。苏少卿按照事先计划，逃向离解放区最近的国民党军队阵地。报告，前方发现目标。准备战斗。到了，进入敌方领地，同志们，集中火力歼灭逃犯！敌人火力太猛，撤！叶公瑾踌躇满志，于次知道行动非常成功，自己在军情局又得高分了。科顿，二组成功查获共党中心电台，捣毁秘密据点，并击退企图抢回电台的小股武装。干得漂亮，干净利索。我要禀报黄队长，为你们请功。是，愿为党国效力。今年的头功又被你给抢了，这是恭喜少佐啊！本组，我不过是在坚定地执行处这个任务。军阀要同心一点，风凉话最好不要说，要长点真本事。在敬业这方面，你就应该向少卿学习。是。你是什么人？没资格问，告诉你个上峰，赶紧派车给我送到江防司令部。好的口气啊！苏少卿成功逃进敌军阵地，但他却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他的小姐脾气也触犯了前线军官王营长。你没资格问。你以为你是上等在我面前吆三喝四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我就是炮灰一个。过了今天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你告我去吧。我到南京是有紧急的公务，你要是耽误了，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放肆！就凭你擅闯前沿阵地这一条，你就会死定。来呀！有，把他给我按嫌疑犯处置，送师部关押，由军法处慢慢调查。带走！你放开！少佐，苏北环区2班机器接到了一个自称军情局但不明身份的男子，军方送到回师部的押解路上，他打伤了司机和警卫，抢车逃跑。柳秋月所说的这个人正是苏少卿。大半年的囚禁生活令他性情大变，暴力取代了以往的温文尔雅，一派大打出手、谁挡杀谁的气概。万里逃城，根据他们介绍，跟您很相像。什么？这么巧？
了南京，在什么地方狙杀？伯伟同志，当务之急，我们就要分析一下，这个人会在什么地方出现。苏绍兴没有料到，奉命追踪的倪干事已经赶到古镇，并发现了苏绍兴。真是大啊！追我都追到这儿来，你们不知道这里是国君的天下吗？只要你离开一步，立刻就离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你说呀！放老实点，跟我们回去。那不可能！就地处理。你敢开枪吗？你开啊！你开一个试试看！立即执行。是。现在敌情不明朗，大家先稳住。突然出现的蒙面人，正是昨晚出现在山神庙窃听的那个神秘人。他的代号叫老 K， 是刚从解放区逃出的特务，曾在我军情报部门潜伏多年。你是谁？不用问，你叫苏绍兴。是啊。你怎么知道？8个月前，你被共军捕获，被秘密囚禁在虎狼岭山神庙。知道原因吗？你说。有一个长相和你一样的共军，半年前替代了你，打入了军情局内部。什么？你必须立刻回到南京，去揭穿他的真面目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用问，到时候咱们会见面的。我提醒你，那个女人很厉害，如果军情局难辨真伪，你可以去求助独眼龙。独眼龙？是的，他是刚从北区逃回来，住在留守处3号院。他知道那个女人的底细。这么说，你也是在共军里面当卧底的？前些天还算是，现在回不去了。好了，你赶紧走，船快到了。我去驻军调人，赶走那几个共匪。好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就后会有期了。保重。刚逃过一劫的苏绍兴，又如惊弓之鸟。离南京的路并不遥远，但他已经知道前途凶险。这些都是逃犯进入南京后看到了，不容乐观。军情局、13军联络处、警察总署，我的天，这有13个地点。就这些，可能还有疏漏。
这得用多少人？这掉一个连也没有用。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没有？我就看他们从那边都捉还没有呢。现在直奔南京，一定把他给我抓住。是。还得找到那个主要的设伏点，从敌方打探一些消息，再综合分析吧。对了。通知于次同志，让他利用安全局的线报，这样更方便。长相和你一样的公主，半年前打入了军情局内部。到了此时此刻，两个人都知道，危险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。少佐，苏北防区电话报，果然有个女人在共军那边。你继续说。根据线报，他已经在古之登上开往南京的交轮。这事还有谁知道？除了通讯站，没有人知道。写一份了解前沿情况的详细通话记录令，省略所有军情局资料。省略所有军情局资料。对，军情局的长官日理万机，不能为这种小事放心。我不明白。必须省略。这件事情你知我知，不可扩大，到此为止。明白了。真明白。明白了，可是要付出代价。交给少佐，不愿意。如果军情局难辨真伪，你可以去求助独眼龙。驻本留守处3号院。从水路逃往南京，这是他逃跑后的情况。据我判断，他到南京的时间应该是早上8点到10点。这期间，所有码头从哪边来的客人都有严格搜查。我知道了，明天早上上班以后，露个脸，马上到京会外出，在指定的地方等待消息。如果没有得到通知，绝不能回去。如果过了10点，你还没有得到消息，按原定计划立即撤退。另外还有一个任务，无论是撤退还是坚守，明天晚上我们必须铲除一个敌方的情报官。是不是你说的第3人？是的，他了解我们太多的人事秘密。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地点：留守处3号院9号宅。目标特征明显，是个独眼龙。张国维带着范队长等人埋伏在码头出口，但可惜不能马上形成有效的包围圈，因为只有张国维一个人接触过榆次，他得根据榆次的外貌判断出苏少卿是谁。你的人先原地休息，一会儿上去看看。目标是一位年轻女性，一发现目标，举帽为号。你们迅速向我身边进行。知道了。注意我的手势，举拳活出，出掌击毙。明白。哎，少佐，大功臣啊，可喜可贺。
榆次准备撤退前，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，但他这样的离开，心有不甘。忙吗？秋月，过来。我出去一趟，有要紧事帮我打一下。是。兄弟们，准备！什么情况？兄弟，上！南京地下党组织的狙击行动被突然出现的王营长破坏，此后情况急转直下，榆次有难了。上主留步。司令！苏少卿，到。报告局长，苏少卿是本次行动2组组长，是我在北平特训班挑选过来的，到任半年，连破大案，前天还破获了共党在南京地区最后一个秘密揭发报战，可以说他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今天，黄局长批准授予苏少卿忠孝军衔。谢局座提拔，谢处做领导有方。按照国军功勋奖励条例，接下来由黄局长亲自为苏少卿佩戴国光勋章。少总，对不起啊，听说你又生了一颗枪。哎，少总，你怎么了？叶处长呢？他在哪？说在2楼会议室开会呢。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是共产党，我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苏少卿。苏少卿突然推门而入，榆次愣了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了。叶公瑾非常难看，局长极端愤怒，愤怒触发了杀机。跟着我干什么？
定好好处理。记住，这件事情必须销声匿迹。明白，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，绝不姑息。必要的时候，两个都杀。是。程子发，把这两个给我铐起来！你们俩给我拿下！情况怎么样？鱼刺同志始终没敢联络出路面，那赶紧动用其他联络方式啊！该想的想了，不该想的也想了。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尽快打听出他的下落。好吧。鱼刺的宿舍立刻受到了严密搜查。尽管搜查一无所获，但程云发决心抓住机会，将他最记住的同僚趁机扳倒。报告组长，我们准备的东西都没找到。一个供者，家里怎么可能没有你？鱼刺的办公室同样受到赵明贵的仔细搜查，鱼刺的部下都在被怀疑之列。小月，你发现你们组长有什么可疑的东西？办公室所有东西都是我收拾的，从未发现什么可疑东西。刘可说。秋月，少学长是你打的，从2随队知道。鱼刺宿舍外重兵警戒，他可能被抓了。所有的交通线赶快掐断，以免出现意外。马上通知。等等，你估计鱼刺现在什么情况？会有生命危险吗？说。突然失去了和鱼刺的联系，使围绕夺取江防计划而建立的一切组织系统全乱了，更大的危机会随时发生。少卿，你一向聪明过人，我现在想听听你怎么处置这次的突变。处做一下明察秋毫，一定会有公正结果。少卿不敢置疑。难道你什么都不想说吗？少卿用了半年的努力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测系统。破获地下电台只是小试牛刀，正想继续发力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报答上峰的知遇之恩，却遇上这样的怪事。魔刀半载刚刚出鞘，却又被迫放下。少卿唯有遗憾。在你没进这个门之前，最好不要给我留下遗憾。说说你那个所谓的监测系统。少卿沿袭的是军情局获取情报的惯例，对程序加以改善，成立了一张新的情报网。这样一来，情报的获取对象会更加有针对性，情报的传输途径会更加的高效和快捷，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流程更加系统化，使情报的整体利用率提高了1倍不止。接着说。对不起，少卿是戴罪之人，无权奢谈军务，还望处座早日拨乱反正，还少卿一个清白，让我早日重返岗位，为党国效。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情况下，鱼刺利用叶公瑾好大喜功的心理，为自己筑起第一道防线。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先把他看住了。是。你怎么处置此事？我已经将两个人收押审查，等待进一步的证据。等待。刚才在2处说的话，你没听懂吗？我不管证据不证据，两个都要杀，都杀，一个不留。
苏少卿，山西太原人，1920年1月生，37年上高中时加入三青团任区队长，38年的8月加入稽查办，39年的中夏突然退出了稽查办，具体原因不清楚。凭我的直觉，这是一个疑点。处长，他有点左倾。没有，他对共党没什么好感。父亲苏汉臣原是国军的师长。34年四川围剿红军时陷入反包围，被迫自杀。43年6月，苏少卿参加安徽雄村特训班，结业进入第13军作战处就任参谋。47年的3月，进入北平特训班学习。处长挑选他就是在这个班上。档案表明，他各门功课都很优秀，是出色的特工候选人。是啊，正是因为出色，我才挑了他。正是因为他出色，现在让我很难堪。架在脖子上，还能够呼呼大睡。你们俩说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处长，要么他大气，要么他缺心眼。处长，他是用这种冷静的方式在向我们证明他是真的。都扯远了。凭我的直觉，他是太累了。废物！处长，他很自信，我看他是在作秀。作秀是一种自信。1号明摆就是共党特工，干掉他不就完了吗？这人是处长挑来的，杀苏少卿的，可是这把刀要先从处长的脖子上过，你明白吗？哼，老赵，告。有点生气。是很生气。冒名顶替是共军惯用的伎俩。笑的是堂堂军警局竟然真假不分。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当然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应该砍他的头。砍头很容易，不过你得拿出证据，否则砍你的头。你坐下。少安勿躁。我需要你平心静气的配合我。请介绍一下你被共军俘获的经过。我3月10号乘坐火车去南京，打算来这里看一看。因为前方打仗，火车停运，所以出事时间应该是半夜，在广河车站里边。茶凉了，给你换壶茶。不用了，出去。醒来以后你在哪儿？在苏皖山区的一个小庙里。我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那里。无两，3个人与我的接触非常频繁。 3个什么样的人？2个男军官，1个女军官。他们都对你做了些什么？审讯我，了解我，调查我。那我要请你举例说明一下。
军官对我的观察非常的仔细，甚至连我吃饭和上厕所的习惯动作都要拿笔记下来。为什么他们要观察你、了解你？这都不知道，当然是尽可能打探我的一切生活习惯，好让那个家伙完全彻底的模仿我呀。杜少英同志，你现在的身份是国军第13军作战处的上尉军官苏少卿。你是达官贵人家里的千金小姐，那种傲气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来。跳得太虚，不如摆个脸势。他怎么样？审出结果了吗？现在是我们提问，你来回答，不要反问，好吗？这个，赵明贵，这个，陈云发，军情局第2处处长叶公瑾。你是去年10月11日回的家？不，10月10日。你母亲还好吗？我是说，她的身体状况。这位就是你的母亲，苏太太。我的母亲，玉皇有2年多没回家，老母亲的白头发又多了很多。这个是你母亲年轻的时候的。你要看清楚了，你得靠这些资料形成并且还原一段真实的人生。叶公瑾、陈云发、赵明贵。叶公瑾、陈云发、赵明贵、赵明贵。那咱们接着问，那个没戴眼镜的军官他是干什么？是个军事教官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军事教官？家里有什么变化吗？有，厨房拆了，新盖的。是西北角的那个厨房。你一定要记清楚，你们家的厨房是在西南角。西南角，我不得不纠正你一下，厨房在西南角，或者你该问我厨房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小青啊，这不是套供，我和贵府的老管家通过了电话提到了。这就是套供。你们的老管家耳朵不好使，你和他交流是要靠眼神跟手势。老管家耳朵不好，从来不接电话。你问话的漏洞是设计的，但是设计的不太高明。老实说，你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不过有一点我不太相信，就是自制火药炸墙。你小耳看3硫磺，那是我少年时候最爱摆弄的玩意儿，因为我瘦。哪儿来的造火料？机缘巧合。别故弄玄虚，哪儿来的硫磺？无意所得。你知道吗？本来我想挖个地洞逃跑，谁知从大庙的角落里刨出来。原来那是过去匠人们给佛像镀铜留下来的材料，有7、8种，其中就有硫磺。硝石呢？10年前，庙里的香火很旺，老和尚也是位悬壶济世的中医，他的材料很齐全。硝石也是一味中药原料。老和尚走了以后，所有的材料就被扔在神龛里。能从废料里发现制作火药的原料，不简单啊！一点生活常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，了？你说你从小就好玩火药，一个女孩子好这个，总有什么不寻常的原因吧？替父报仇。替父报仇？对。好理由。39年退出稽查办也是这个原因。有。
李记能问出这个问题，那说明我俩算是个知己。整个逃跑过程用了多久？从进去2个月开始，到准备材料用了半年的时间。了不起呀！生存本能而已，过奖。大多数的人做不到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到绝命的关口。你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关口。程长官的意思是，你再给我们一点提示，证明你是党国的一员。那还不简单？就凭我回到军情局这个事实，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。出了2个苏少卿，他总有一个是假。我就在这里。他从哪里来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管他是从哪儿来，回到军情局这个事实也能说明些问题。再一个说了，他是从哪儿来的，我们会跟他说的情况去实地核对。你怎么核对？他要是从匪区来的，你有多少条命跟他核对？如果没办法核对，那我们只能除掉他。除掉他？对个屁！你敢？为什么不敢？身份不明，来自匪区，攻击我军情局优秀人员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俩想找到冒充者的点子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揭开他身份的人。我有个预感。可能是我孪生姐妹。是啊，要不然怎么这么像？这个可是我护身的机密，我可不想被别人听到。你可以去求助独眼龙，就在留守处3号院。留守处3号院有个独眼龙，他一定知道那个女人的底细。如果有人要杀你们的兄弟，可以吗？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2个苏少卿，必定有一个是假的。难道我要除掉你？可以，但你要拿出证据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人家都把你往火坑里推了，你这还……他怎么推的？你怎么就管不住你这张破嘴？你太熟，是太熟。干我这行的，不应该只有太熟了，必要的时候要把熟悉变成陌生。在他们的身份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一切从零开始，你懂不懂？处长，你消消话。哎，我消什么？正是由于你的胡作非为，我敢断定，他现在已经确信你们目前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是处长，1号他也很自信，那也许是装。什么是也许？我讨厌这种虚词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也许变成是，或者是不是。处长说，我明天就去3号院，我一定会把1号底细查出来。但愿这是一个突破口。
能再有半点疏忽。冲长放弃，去会会他。手下对2个苏少卿的初步摸底审查没有得出什么结果，叶公瑾决定亲自出马，用他自创的心理窥测法一试真假。把门打开。处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和你一样，心里不静，坐卧不宁。坐吧。我的祖上是中医世家，我父亲却让我学了西医。本想行医救国，抗战爆发我就弃医从戎，但真没想到，如今在军情局，这东西又派上了用场。伸出你的左手。处长，我没病。我没说你有病。作为心内科医生，我只是对脉搏很敏感。左手给我。没见过这样听诊的吧？不错，脉稳有力，无杂音。凭我的直觉，你的心跳每分钟70上下，堪称完美。处长，您这是？啊，接下来你就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了。人的脉搏在什么情况下会突然加快？失望、伤心，还有愤怒。聪明，但你少说了一样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：撒谎。现在我提问题，你来回答我。但是，如果我的问题使你的脉搏突然加快，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我就怀疑你是共党。别紧张，我的问题很简单，但是要求你回答问题时，只能脱口而出，不能停顿思索，不然的话，就增加了我的疑虑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好。喜欢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喜欢什么美食？花洋菜。喜欢什么小说？杨家将。何时加入的共产党？说，你何时加入的共党？我在问你呢。你的心跳为什么突然加快了？是不是我的问题击中了你的要害？自打那个苏少卿的到来，我就开始怀疑你是个赝品。如今我能证明了你是共党的败笔之作。因为好的赝品应该是神情兼备、拙劣的赝品。哼，不是忘了神似，就是忘了形似。你恰恰属于后者。你只学会了苏少卿的优点，胆大心细、遇事不慌，你却忘了他的毛病。臭脾气、小跋扈，这么大的反差性格，我差一点让你蒙混过关。这都是源于我对你过于信任。说，你何时加入共党？来问你呢，卧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说，哈哈，你这狂奔如同野马般的心跳，足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来人，撤座！空空的心跳是因为我的伤心和愤怒。自打您钦点我进入2处，我处处工作努力勤奋小心是为了什么？破获的案子大家有目共睹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你想一改弥彰，效忠党国，你是欲擒故纵，我是为处作争光。一个假的苏少卿，
是雕虫小技就赢得您的信任。翁主任，他的飞扬跋扈就是你所认为的真，他不是故意做作引我上当而让您误判。小平人那么努力工作，就是为了不让处座失望。今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，您竟然出见误判，尊严尽失，伤心透顶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少卿要杀要剐，任由处座。只怕是真少卿离去，假少卿得意，最后高兴的还是共产党。你。这出戏还没完。叶公瑾心乱如麻，榆次过了他审讯这一关，他反而感觉到他就是共党卧底。正如赵明贵所说，杀1号苏少卿，刀得从自己脖子上过去。再说这个小女子精明强干，自从来到2处后屡创佳绩，说到底都是自己叱咤官场的本钱。是啊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处长，您的意思是？啊，没什么，该去徐福下了。走。苏少卿的到来，这一切都被颠覆。他不会是来送死的吧？凭我的直觉，你是非常聪明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今天给我交个实点，也许我还能够帮助你。时间太晚了，你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睡不着，就好好的想想，明天你怎么过。叶公瑾向榆次下了最后通牒，其实他并不着急，只要明天独眼龙的证词一到，榆次到底是稽查办特务还是共党，便昭然若揭。苏少卿的突然到来占据了上风。无论是朝廷还是监视，明天晚上必须铲除一个地方的情报官。是不是你说的第3个人？是的，他了解太多的人事。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弟弟，
留守出3号院，绝不能让独眼龙开口。于此知道，必须行动，争取主动。用最快的速度魔解2族女子宿舍，叫醒了他最信任的3个亲信：我档案柳秋月、2管家鲁尼、马田族3哥。这3个人是他正在发展、策反并听命于他的可靠亲信。3号院是14军换防后的留守人员驻地，有一个加强班担任警卫。其实，杜自远为了于此安全，已经准备安排消灭独眼龙计划，但于此还是先走了一步。留守处3号院9号宅，目标特征明显，是个独眼龙。准备炸弹，离开现场。关着的人居然让他跑了！楚总，你千万别上火！我能不上火吗？局长会要我的命的！突然断电是榆次所为，他趁一片混乱，又从早就打通的密道潜回拘留所。
哟，处长，这真是见鬼了！杀了独眼龙，炸了事发现场，免去后顾之忧，悄然潜回的鱼刺轻松了许多。他可以专心对付叶公瑾和苏少卿。你太放肆了！不要，你是我钦点到二处，就可以胆大妄为。现在郑重地告诫你，在你的身份没有查清之前，不可离开此房间半步，不然的话，手铐脚镣时刻箍扣着你。是。说，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你们太闷，我出去转转。哼，瞎话编得真快，心理素质真好。出去转，未必吧？凭我的直觉，你出去是伺机想刺杀那个苏少卿吧？如果不是，你就坦白地告诉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处座说那个苏少卿的到来，一切都会颠覆。我不相信。我之所以出去又回来，只想证明一个问题：那个苏少卿的到来，并不是唯一证据。别在这儿跟我逞英雄，就为了我这句话你出去较劲吗？不是为这一句。我能逃跑，可是我回来了，就跟那位闯进来一样。这是用事实给你们辨别真伪，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。否则，仅以那个人回来的事实作为评判依据，对我不公平。主座，留守处3号院昨日袭击，明天要见的人房子被炸，尸体倒裂。刚才，有几个武装人员？大约7、8个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想好了再说。你刚才出去那1个半小时，到底都干了什么？打扰了处座清梦，一直在你家门前反省。证据？门楣上有个标记，是我刚刚做的。我想二处是干什么，你应该清楚。你要是敢欺骗我，明天送你上西天。是。李云发。是。赵明贵。是。留守处3号院被炸的消息来得很快，叶公瑾迅速命令程云发、赵明贵分别去2个点寻找鱼刺出动的证据。程云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2组鱼刺宿舍，他知道鱼刺要完成特殊任务的时候，帮手肯定是这3个人，他希望能找到他们深夜出动的证据。不好意思，例行检查，打扰几位休息。妈，我想问夜探女社哪个说的？这不欺负人吗？咱少主要在这儿，你们敢？就是。是个屁！要不是因为他，我犯得着3更半夜到处乱转吗？喂，停！照您这么说，那您辛苦。程长官，您要是真觉得我们这女生宿舍好，干脆您住这儿，我们几个走。可不是嘛，程长官，您要喜欢这儿，您住这儿。站开！
位是13军作战处处长沈福明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北平特训班首席教官石河。石教官就不用介绍了，我们是老相识了啊。苏少卿什么状况？是啊，现在一个苏少卿居然变成了2个，多主。对，2个苏少卿站在我面前，就好像真假美猴王那样难辨真伪一样。希望二位替我们辨别出来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我想辨别出真假不会太难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。跟着我。好，那就太好了。苏少卿的真假由你们定，但最后的结论由我们下。这儿，拜托了。于此默默等待着叶公瑾下一轮审讯，但迎来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。这个谁？不知道。这个我不认识。不认识。我不认识。我不认识，不认识！你不要再问我了。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导致你一败涂地。这个人，石教官，怎么把您请来？来看看你，还好吗？在这里见面，蛮好的。坐吧。不认识了吗？认识，只是他们真是笨的可以，居然把您石教官都给请了。特训班里，你还记得谁？我在庙里被关了大半年，谁也不记得。小毛子你还有印象？他现在准备结婚了。哦，那不就是个情痴吗？我记得以前不管哪个男的，只要多跟他说过2句话，他就上赶着跟人家白头到老。看你看，你还是记得小毛子。但是像那种没有智商的丫头片子，就不要说他了。小毛子是特训班最不显眼的学员，他能记住小毛子，其他的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他可能是真的。至少我现在这么看。是啊，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。不过，我明白出走的意思，我马上去问1号苏少卿，还是同类的。好。你和特训班的同学还有来往？有分在南京的各个部门，周末聚聚，也是各忙各的，不太聊。明白。小毛子要结婚了。石教官记错了吧？我记得快毕业的时候他就张罗这事。难道他们吹了？你说的是哪个？还有哪个？就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少校。啊，是啊，吹了。听说现在是另外一个。哦，我好像听同学说他新认识了一位科长，是吗？
听说你现在一直在看报，在考分析。是，我初步做了一些分析，我感觉南京要闹学运，就在最近。社会情况分析，科训班新开的课，他能熟练地掌握这门课。特训班新开的课，社会情况分析，要看的文章都在报纸上标号，看你能得出什么结果。标记？我记得石教官以前做测验，就是给我们一摞报纸，什么时候开始做上标记了？标记是不是那个女人做的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么说，那个女人也学过这门课？不对呀，这门课程是新开的呀。你从报纸标记的文章上，你会有什么看法？从标记上看，平警卫、司令部这些人都是一群笨蛋。任何行动都要针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再进行设计，这根本就是常识。你说的是不是学生运动？学生运动一向是先北后南，我感觉南京如果快的话就在本周，如果慢的话就应该在下周。石教官，这北平和南京的学运我可都不太清楚。如果您做测验是为我南京的学运，那对我可不公平。2号说的也对，他对北平和南京的学生运动都不了解，但是他能说出学运，我至少给他一个及格。你及格了。别说了，虽然有点失望，但石教官是竭尽全力的。我只是弄不明白，难道这2个人都学过社会情况分析？大概这就是玄妙吧。我说不明白。想想也没什么，他们其中一个肯定是赝品，只不过玩的深了点，属于高仿。出去了解。你能不能不像一块年糕一样粘着我好吗？我已经下班了，我现在要去叫你的 girlfriend， OK？ 菲勒，现在是饭点，你现在出去，那一定有好吃的，带上我。I'm very good with money。如果你跟你女朋友，我一直成为一个电灯泡跟着你，我也不意思笨。如果稽查办的人来了，发现我们2个都没在，我们怎么交差？处座怎么处理我们？菲勒。
知道的小秘密，可是我怕说出来有损您处长的颜面呢。颜面比起辨别真伪来说，小事。不知道您还记得，在我刚来处理报道的时候，处长曾约我出去单独小酌，谈的不是公事。酒后无眠，我等着啊。不能免。刘副官到，去把沈处长给我叫出来。是。刚才他说了一个私密性的，我想这有可能是我们突破口。少卿啊，你刚来武平的时候，我单独请你喝了4酒。您单独请我喝了1次酒，当时说的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说什么？谈的不是公事。当然不是公事。不记得您当时说了些什么？我可不记得。你是说你和我？这有什么呀？往邪了说是调戏女性，可往好了说，那也是正当的追求女性。你太恶心了！你凭什么让我为你说过的那些肮脏的话再重复一遍？我说那些是给你留了面子。你知不知道，从我上大学开始，就有不止50个以上的男人跟我说过这些话。可是我曾经尊重过的少女，就请你收回这些肮脏不堪的话，请你给我出去。这段插曲还是很难分辨真假，倒是显露了2种性情。比较起来呢，1号表现得很沉稳，有大局观，判断问题思维清晰；2号呢，有点小性子，但看问题同样尖锐细腻。他们2个人的情况合在一起，正是苏少卿平时留给我们的综合印象，完全吻合。史教官，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刚才是文考，现在再来个武士。武士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要验证一下他们2个人的身手。搏斗直接与性命相关，拳脚是做不了假的。当时我对苏少卿的身手印象非常深刻，应该能够区分真假。那可太好了，我恭候你的好消息。
两个人都是高手啊。他们两个功底都十分扎实。是教官，我怎么发现2号、1号打得更厉害？跟处境不同，2号用力过猛，是急于想证明自己是真的；1号不肯出尽全力。我想，他们是碍于时辰情分，又不是毕业考试，也不是生死相搏，还真把我这个教练打趴下了。您能不能区分出他们两个人来？不能。要想分辨出他们俩谁是真谁是假，还真得想别的办法。为什么？他们两个人学的都是通臂拳，就像一个师傅教授。又是一样的，都是通臂拳。身边暗场临港，从来不止暗哨，我的行动完全收走，正常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。于此有什么消息吗？于此和那个女的都被关押在徐府乡，进一步情况还不清楚。好啊，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。从叶公瑾的行为分析，编造的恐吓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。不过他对这件事儿还是半信半疑的。在我身边安插心腹监视我，也是为了验证这件事儿是真是假。我之所以把你派进去，就是想把这件事弄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到时候对杜自远也有个了解，看看他究竟是人还是鬼。好，您给我点时间。没时间了，现在那两个女人的脑袋都已经按在铡刀上，证人已经到了南京，如果他们出面指认，咔嚓，人头就得落地。是我现在一直把这件事往后拖，可是再拖下去，咔嚓的就是我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赶快替我探听虚实，这样我才能够决定对这两个女人我是杀哪个留哪个。还得保持公正。如果就此沉默了，局势将会变得非常被动。起码现在叶公瑾无法下决心是保人还是不保人。你怎么还听那个老鬼？他根本靠不住，弄不好两头都得折进去。我看他还是见好就收。覆水难收，只有一拼。一来呢，除掉我身边的可恶的奸细；二来，让叶公瑾背着自保，彻底保住于此。那我要怎样才能尽快探听虚实？这样，一会儿我就放出口风，我说上峰来人了，要处决这两个人。如果稽查办那边有眼线，这个人一定会现身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我就把他抓了。对，然后交给我，自会处理。那万一稽查办的人几天都不出现，那只能说杜自远他是内鬼，怎么收拾他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？还没想好呢，得跟范队长商量商量，争取今天午夜行动。当晚，范队长将计就计，化妆成稽查办特务，直奔银行，继续给叶公瑾施加压力。谁啊？各位，小弟眼拙，各位是？杜经理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前几天不是刚刚拜访？哦，您就是稽查办那边那位？郑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各位小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行了，别动手。杜经理，让你给叶公瑾传的话带到了。我是个银行经理，我不是个传话筒啊！
啊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听我说，松开，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，快跑啊！快！老子真是疼！跟谁这称了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用你们两个的脑袋给叶公瑾提个醒儿。别让他们！别！我说句话，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命的，你这干嘛呀？闭嘴！叶公瑾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拿我们的警告不当回事儿啊？谁说不当回事？谁说不当回事？那不当回事，那女的脑袋她早就掉了。再说了，你要想放人，你总得让我把事儿上下都办利索，你总得给我 give me some time， 给我点时间。别跟他们说英文，闭嘴！有点开窍啊！其实说透了，你叶公瑾何必那么远？咱们兄弟也没有必要像现在。是。二位放心，你们的那个线人，我们一定保住他们啊！好啊，有商量就好。行啊，今儿啊就这么着了啊！兄弟们，把枪收了吧。说好。我警告你啊，赶快告诉叶公瑾放人，他手里那点把柄都在我手里捏着，要是想报复，吃哑巴亏。一定。走。放聪明的，还有你。是，一定。变成这样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一言难尽。这南京，我是不准备再待下去了，受不了了。想溜是吗？您的钱，我全部交给美国人来管理，回来一笔退给您一笔，保证分文不少，行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慢慢说。我们被稽查办的人给抓了，差点当靶子。什么？虎蛋敢抓我的人？谁让咱们有把柄在人手里呢？有把柄在人家手里的是你。我没有把柄在人家手里啊，出错啊！我一个堂堂的银行经理，我就成这样，我刚才差点小命都没了，10几把枪就这么逼着我的脸，差点把我脸就给打穿了。不是，朱哥，我这个人还是很惜命的，我还要好好活着呢。我求您开恩放我一马，银行那个做我不做了。你必须做。为什么呀？你如果做，我就事以为知己，咱们同舟共济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你要是不做，敢溜，我就认为你在背叛。记住了，叛徒的死通常很难看。我怎么就成叛徒了，朱哥？我是为您理财的。好好想想，然后再回答。那您的意思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，跟您同舟共济是吗？你说呢？我就只有这样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自己人了。楚总，我为了您我都成这样了，合着您一直拿我当外人是吗？没办法，干我们这行的不能轻易相信人。多包涵吧。
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有好贵现场作证，地下党突袭显然起到了作用。叶公瑾只能暂且相信确有其事，结果是他必须考虑保住于此。我这现在心跳过速，这我都不稳定，还跳的。希望你镇定。开始吧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多少人？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到底谁带的头？苏太太是辨别真假苏少卿的最后一位证人。苏太太，这位就是叶处长。处长，这位就是苏太太。苏太太，公事缠身啊，没去远迎，抱歉抱歉。叶处长，你太客气了。刘副官，走，带他们下去休息。是，几位。不光是我的麻烦，您都有麻烦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您的宝贝女儿苏少卿，现在由一个变成了2个。由一个变成2个？对。让我敢肯定，其中1个是真的，你要把它认出来，剩下的那个就得死。哎呀，叶处长，我是来看女儿的，不要让我成为刽子手。我知道，苏太太一心向佛，经常有善举捐善款，但是这件事儿，咱们可是避不开的。作孽呀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叶处长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想您清楚，做我们这行工作的，最重的是证据。如果你没有确实的把握，不能轻易开口。一旦你要是开了口，就要灭掉一条嫩生生的性命，那可是作孽。阿弥陀佛，你也不要过于紧张，这事儿说难办，其实也很好办。我的原则是，只认您。您只要认不出他们来，我就会公事公办，到时候把2个人都放了。哎呀，那好，我去认啊，我去认。那就拜托您了，请。但此时叶公瑾已经改变了要查出贾少卿的初衷，利用苏太太惧怕杀生的心理，事先屏蔽住了她的发言权。这位就是你的母亲苏太太。少卿。少卿。妈。少卿。妈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。少卿。少卿，你好吗？我好，我都好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爸实在不放心，总是半夜梦见你。哎，刚才有一个人说，有个姑娘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是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是从哪儿来的？你知道什么？妈，少卿啊，既然话赶到这儿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我不是你的亲妈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妈？听我说，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妈，
是把你当亲生闺女养的。我知道，你和爹从小都很宠我。可是，妈，那您告诉我，那我有姐妹？姐妹？对。我知道。我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妹呀？有，但是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。把门打开。苏太太，请。小青，我一会儿就来啊。怎么样，苏太太？见过女儿了？啊，见到了。认出来了？那就是我女儿啊。那好，您这边请。把门打开。哎呦妈！哎，妈！哎，别动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快回来！开门！啊！哎，别出来！别出来！我是遇见鬼了吗？哎，开门！姑娘，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妈！哎呦妈！你终于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！谁是你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在隔壁有一姑娘，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她说她是少卿。我知道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被共党抓到庙里抓了大半年，隔壁那个女的是他们找来的代替品，是假的，我才是你的亲儿。可是你变化怎么这么大呀？哪儿大了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哎呦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到底养了几个女儿？我养了一个女儿。对啊，那就是我呀。不对，你是不是在拷问我？妈，你说，是不是隔壁那个女人知道什么？她是不是说什么啦？你说呀！行了，妈！哎呀，真是。苏太太，两个女儿都看过了。我想其中一个您是抚养了20多年的，另外一个一天都没养过。作为母亲，对他们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第一个女儿啊，我觉得更亲一些，更像我的亲生女儿。那个2号呢？二号就是让人特别疼爱的感觉，也像我的亲生女儿。苏太太，您真是慈悲为怀，母爱天大。但是，您再跟你的宝贝女儿好好的聊聊，看看这2个少卿哪一个对家里的情况更熟悉、更了解。您的意思不是说，如果2个……意思归意思，您作为母亲，难道不想搞清楚他们到底谁是谁吗？那我尽量吧。拜托。那你要真是亲儿的话，我想问你，咱家老管家多大岁数？我怎么知道他多大岁数？咱们家的老管家没有74也有73了吧？他那偏头疼是不是更严重了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他身
身体有什么病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妈，我说你是怎么啦？我什么时候关心过这些事情啊？就说嘛，他都那么大年纪了，还能帮您什么忙？您还不是得事事都自己操心？您看，您都有白头发了，可不是吗？妈老了。妈，您不老，我总是记得我小时候您留给我的印象：大波浪的卷发，小碎花的旗袍，妈可像电影明星呢。瞧你说的。哎呀，静儿啊，亏你还记得妈年轻时候的模样。于次明白，这是一场心理战，有限的细节记忆必须打上感情烙印，才能发挥最大功能。于是，他又占了先机。孩子，妈一天天老了，我也不想追问了。凡事啊，都得有个善果，不是吗？哎呀，是啊，那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呀，你们俩都是我的亲闺女。什么？都是您的亲闺女？您不会是想说想要收那个女的做女儿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可不行，跟她水火不容，有我没她，有她没我，我们俩是敌人。敌人？对，敌人。你这句话就是作孽。什么作孽呀，妈！我跟你说的可是真的。妈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苏太太真是心诚啊！哎，在你们慈善家的眼里，我这行简直就是在作孽呀！但是没办法，这是政治的选择啊。阿弥陀佛，莫谈国事。好。叶处长，那1号啊，对家里的情况非常了解。2号我说不好，你是不是也觉得2号不是我女儿？不能那么说。作为千金大小姐，不了解家里下人的情况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叶处长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讲。这2个女儿，不管谁是真，谁是假，2个我都想要。您真是慈悲为怀。哎呀，我也2个都想给，但是现在不行啊。我还得想问问您呐，跟他们接触了之后，难道说你在他们2个人的身上就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差异吗？我没感觉到，我就是觉得他们性格有些差异。叶公瑾堵住了苏太太的口，他腾出时间，准备用老 K 指认杜子远。舅舅，你这是要玩真的？是啊，昨天后半夜我根本就没睡，我一直在琢磨这个杜子远。你还不相信他了？自打我进了军情局，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。家根本没有完全相信，这是他一贯的做法。不过咱们也没白折腾，鱼刺才上去。可是你现在又停留在悬崖上，这样也好，可以对叶公瑾做地精观察。这老鬼的狡猾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，跟他呢还不得办点二货。这2天我把这事儿都捋了一遍，现在我是这样想的：如果这个苏少卿要是警察办的人，那么这个杜子远我们必须认真的把他保护起来，
因为他不仅是我的钱袋子，还是稽查办刺向我的一把刀。但是，如果这个苏少卿要是共党的人，那么他们稽查办调查我储蓄的事，肯定是假的，是共党设的一个套，明着是勒索我，实际上是想通过我来保护苏少卿。照此推断，这杜自远是个什么人呢？难道他只是一个跑腿送信儿的局外人？还是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，共党分子？共党分子？我看他不像共党分子。昨天晚上那事儿，我一直盯着他来着。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才不放心。你也不想一想，我是下班之前放出去的口风。半夜稽查办那边可就有行动，而且时间地点掐的都是那么准，这绝对不是稽查办的风格。他们的办事效率我太了解了。凭我的直觉，这件事倒像是共党玩的。这里毕竟是南京啊，就算是个局，那他们也一定了解您的体系。可您的体系，估计连军情局都没人知道。但杜自远他知道。Yes。哦，对了，上级紧急通知，一个代号老 K 的国统刚刚跑回南京，他认识我们很多派往国统区的同志，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坚决铲除。前几天有一个在共党情报局卧底多年的主任逃回南京。这些年共党没少往南京派人，但是凡是重要的人物，他们之间都照顾两。按照杜自远来到南京的时间推断，这个人和杜自远一定见过，因此这个人只要看见杜自远，就一定能辨别出他的真伪，查出他的身份。这人认识我。这人，部长不知道我在南京的公开身份。太麻烦了。Great， 那就把他找过来，跟杜子远见见面，不就 OK 了吗？那么简单。这个老稽查虽然有本事，但是得了恐惧症。自打逃回南京，他连家都不敢回，一直窝在圣保罗大教堂里，是寸步不动。所以我想，应该这样办。我马上查他的住处，然后干掉他。不过你要千万当心，叶公瑾肯定还有别的花招。告诉咱们同志，继续停止跟我正常往来。告诉范队长，加强对银行周围的警戒，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。查出来了，逃犯住在圣保罗教堂，有一个半砍手。好的，我去请示，尽快行动。这件宋瓷，这是清代的高仿品，高仿都可以乱真。咱都知道是高仿，还放什么保险柜？哎，处所说了，他保险柜里那些珍品都要转走，然后再去找一些这种半吊的存起来，紧急情况下拿出来哄人用。这些高仿品
先洗干净，对吧 What can I say, Philip? You are a smart man. 我认为处座才是 smart man。拿来吧，我来弄。这样，我看呐，还是麻烦杜兄跟我一起去看看东西。去哪儿？我这上班呢，走不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就一会儿功夫啊。这个忙你得帮处座联系。行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去哪儿 ？St. Paul's， 圣保罗教堂。去教堂里看古玩 ？Are you sure？ 有紧急情况。不就是想避人耳目吗？我在那边找了2个古玩贩子，在那边挑东西，地方宽展清静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是个信徒，你让我在上帝面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没事吧？上帝那是洋人的神，你一黄种人过去得罪一回有何妨 ？Come on， 2条路，要么就换地儿，要不我就不去了。OK？No， 必须是你，必须得你去 ，Absolutely 没商量。好，那我去换件衣服，在楼下等我。好。Hurry up! You got 1 minute. Okay. 什么情况？他们要带我去圣保罗教堂，现在还弄不清楚什么情况。圣保罗教堂，刚才张国维跟我说，逃犯就住在那里啊。逃犯就住那里？我明白了，他们是想让逃犯出来指认，确定我的身份。你不能去。不去怎么了讲？他们会更怀疑我的。这样，先从他们的车下手，叫他们的车半路抛锚，你早晚一步到达，到那儿击毙逃犯，马上就撤。难度很大。张国维说，他们有一个班的防守，而又不管人。再者说，我们对教堂的环境不熟悉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布控的。那就这样。装作教徒走进去，在四处埋伏好之后，等我出现，他们注意力全在我身上的时候，马上开枪，击毙逃犯，马上就撤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被反包围，被反包围就糟了。所以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撤退，听见了吗？被反包围的可能性很大，到时候见机行事吧。我报2点：第一，杀逃犯；第二，保你的安全。老范，保重。我走。
长率队先敌一步，埋伏山林，用铁钉射穿了好贵的车胎。但教堂门口却有军队把守，他们无法事先埋伏在预定地点。我们是来祷告的。祷告？今天又不是礼拜天，搞什么告？赶紧走！我们这都是信徒。对，再不走我就给你们按聚众闹事处理了。我要开枪了！别走，别走！哎，高总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哎，我们走，走。Say hello to the priest。是见个面，周，看我吉利。So I don't want pray today。我没有约牧师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对上帝太不行，太不尊重了。我让你去，你就去。上帝啊，饶恕这个粗鲁又无知的人吧。陆兄，想骂就骂啊，我好贵呢，皮厚。这个代号老 K 的人，正是先前解救苏少卿那个戴墨镜的人。他将指认出杜自远等一批地下党员的身份。你想害死我你！快来！你忍了！打死你信不信？打死我！来，开枪啊！来，打死我！来，来，开枪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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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！You're crazy, man! Crazy! Yeah, I'm crazy. You make me I'm crazy. 我疯了也是逼你背疯的，我是叫你们给吓疯的。出色考察我，怀疑我，我认了。谁让我这眼睛里只有钱呢？谁让我这钱眼红呢？
可是你们不能一而再拿我的命开玩笑吧？啊！虽然我的命不值钱，太吓人了，我真的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辞职去！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！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。他刚才不要拿枪打死我吗？不还要打死我吗？滚！他还要打死我，还吓唬我！我可以不挣你们家那俩字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一起下地狱，一起下地狱！别！哎，杜兄，杜爷，没事儿。这事蹊跷，共匪是从天而降，将证人一枪毙命。不过我觉得这事跟杜子远绝对没有关系。你想，我是突然通知了他，而后寸步不离啊，一直到逃出来。你肯定他从来没有离开你的视线吗？哦，去衣帽间换了身衣服，他单独去的？就1分钟。1分钟，1分钟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美军向日本广岛扔的原子弹爆炸就是1分钟，可这1分钟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格局。1分钟很关键。就换了身衣服，跟原子弹扯不上。闭嘴！成气的东西。现在那杜子远怎么样了？他这回可是吓坏了，死活要不干。哼，没那么容易。现在还信不过他，我准备再考考他。还考验他 ？Uncle， please， 我替他向您求情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杜子远是干嘛的呀？顶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的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您把他惹毛了，他一扫256，您那投资就打成水漂了。行了，一会儿你告诉他，就说中午我请他喝黄酒，吃淮扬菜，为他压压惊。哎呦，兄弟，对不起你啊，为哥哥我受惊。不过我今天特意摆酒，给你压惊。楚总，哎，要说压惊啊，还是给您自己压压惊吧。不是，刚才那些人又来电话了，说催你放人呢，说一会儿下午2点再打电话来，就要你一句答复。你说，他如果再来电话，你就告诉他，说叶公瑾正在抓紧时间，争取尽快放人。就这2句，听我的，就这么说。咱们边吃边聊。不是，您那错了词儿，不是你那天你好不容易兄弟看着了，我从枪林弹雨中穿出来的。是。已经快过期就范，稽查办那件事儿再打实了。具体方案，请范队长他们再配合一下。知道了。谢谢啊。这一次，叶公瑾总算将信将疑。杜子远知道必须趁热打铁，用叶公瑾的电话窃听手段逼其就范。内务部稽查办公室外出现一辆话务局的维修车，李林用维修工身份搭上稽查办的专用线，在叶公瑾习惯的工作时间段内，以稽查办特务的身份给杜子远拨通电话。副总，经理银行来电话了。喂，我是谁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？怎么样，得到答复了吗？要到了。我们正在努力，争取尽快放人。你告诉他，这点屁话打发不了人。5天之内，我们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的话，他就有难。我一定转达他。喂，
查到声源了吗？是稽查办专线。果不其然呐！电话促使叶公瑾下决心保住鱼刺。在行动实施之前，叶公瑾又来到2组调查。他只有掌握苏少卿的一切优点，才能说服黄局长收回2个都杀的成命。你的那个监测系统，制作请。制作请看。这些小旗子都是什么意思？都是少武确定的监测对象，不同的数字组合代表监视不同的人。好啊，看来少卿工作真是认真负责，在这么多重要的位置上安插了这么多的人，可以说是我们2处乃至整个军情局的财富。谢长官赏识。既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听。继续汇报。是。这是苏联大使馆，我们在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。这是张将军公馆，最近张任忠将军和共党频繁接触。这是交防部收发室，这里我们安插了一个眼线。目前成熟监测点共有67个。这么多的点，汇集起来的情报一定很多。您的人手够吗？出作明见，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，各个点发回的书面报告，当天在组里进行汇总和分析，事不过夜。这是我们每天规定的工作程序。好，出作请视察。几天来，我们对2个苏少卿的审查就要告一段落了。虽然对他们的结论不是十分的清楚，但是决定是必须要做的。因此，召集各位汇总一下你的意见。今天就要对2个苏少卿下结论。林贵，是，你先说。2个苏少卿相似的地方去掉，只有极少数的几点是不相似的。第一点，性格方面，1号比较沉稳，有心计；2号虽然也有心计，但是外加一些小姐脾气。第2个区别，心情，他们都处于不安定的境地，这一点2号表现得比较明显。2号他觉得没有办法，心情焦躁。1号虽然不动声色，每天只是看报纸，也表明他的心理状态不安，甚至是紧张。这焦躁和不安是有区别的。分析的不错，这2个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吧？是。但是2个人之间的区别不足以构成疑点。我们查出有4个疑点。第一，2号说在这个半山的荒庙旁边的小山村是没有村民的，而我们检查到有村民。第二，他在逃跑回来的过程当中闯入我们的地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跑了，这是第2点。第三，苏太太在和2个苏少卿的聊天当中可以看出，2号明显对家庭的了解没有1号细致。咱家老管家多大岁数？我怎么知道他多大岁数？咱们家的老管家没有74也有73了吧？第四，石教官在和2个苏少卿之间的聊天可以看出，2号对于训练班的了解也没有1号多。我好像听同学说他新认识了一位科长是吗？但是像那种没有智商的丫头片子，就不要说他了。因为这4个疑点，你们认为那个2号可能是假的？还不能这么说。虽然有了这4个疑点，但是
通过我的推断，这个结论不能成立。但是这4个疑点加在一起，也不如2号回来这个事实。我想共党就是再愚蠢，也不会愚蠢到往我们这儿派过人。从2号身上发现的4个疑点，推算出来的结论，恰恰成了1号身上的疑点。出则，以上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。2位，你们对他们的分析有什么想法？赵总，按你的分析，2号是假，1号是真。沈处长，我说过了，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。赵组长，约翰华岛，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判断。石教官，我自己的分析结果是，不知谁为真，谁为假，这还要由我们处长来决定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踢皮球了？啊？你让我做决定，总要给我一个做决定的理由。对不起，处长，没有。云芳，你有没有？我认为有3种选择可以决定他们2个人的生死。局长，我这现在有4种选择，想听听您的意见。 4种选择，说出来我听听。是，第一，留1去2，这叫用熟不用生。毕竟1号在我们这儿已经工作半年了，而且取得了一点成绩，2号的疑点很重。第二，留2去1，用真不用假。第三，2个都不留。在我们军情局这样的单位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那么第4种选择是什么？2个苏少卿，我都想留下。龚锦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我要杀，你却要留。局长，龚锦在这件事情上绝无戏言。在您做决定之前，有2个因素一定是要考虑的。说，第一，稽查办因素。苏少卿在稽查办干了1年，突然退出了稽查办，这是个问号。他和稽查办还有没有关系，我们不知道。这件事情有没有稽查办的影子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说，第2个因素，反间计。1号干得不错，破了几宗大案子，触动了共党的痛感神经，所以共党派出一个不要命的，硬说1号是假的，用障眼法叫我们用。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虽然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进去。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啊。但是2个人都留下来，理由还是不够充分，我不能同意你的选择。局长，听龚锦详细向您汇报。我们假设2个苏少卿，其中有1个是共党派来的卧底，这说明我们2处没有共党的卧底，是安全的，是纯洁的。如果要是把2个苏少卿都杀了，其中也包括那个共党派来的卧底，共党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向我们这儿派卧底。军情局队伍庞大，防不胜防。一旦到了那个时候，要想查这个卧底，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接着说。是。院子大了，老鼠必然多。与其我们被动的躲老鼠洞，不如我们主动的对他们进行监视。如果2个苏少卿都被人留下来，一旦我们军情局或者是我们2处发现了泄密的情况，焦点首先集中在2个苏少卿的身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我们内部有意养一个盗贼？局长明鉴，我们就是要养盗、防盗，为我所用，
说明白点。是。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，这两个苏少卿都是顶尖的特工高手。一旦我们把他们双方都留下，他们就会拼个你死我活呀。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是真的，对方是假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就会积极的表现，会为我们破获更多的案子，抓获更多的共党。而我们在他们的争斗中间，会发现究竟哪一个才是共党派来的真正卧底。你说的这些都似是而非呀，三分道理，七分狡辩。局长，公瑾在这件事情上绝无戏言。公瑾，是，你是舍不得这两个人吧？局长就是局长，您看出来了，但那只是其一。我有更重要的想法，向局长报告。说，如果1号苏少卿是共党派来的特工，那么他进入五处半年多来，破获了许多重大的案子，抓获了很多的共党。这是为什么？这说明共产党为了让他潜伏下来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既然这样，他在军情局一定是承担着重大的任务。那么同理推断，如果2号苏少卿是共党派来的特工，同样，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采用匪夷所思的方式打入军情局。因此，我断定他的任务也极其重大。如果二者的目的殊途同归，那他们所承担的重大任务是什么？又一次让我联想到当初我们那个特工说出的半句话：在我们江部的高层有共党的奸细。如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，局长您想，这可就不简单了。同意你的推断，看来眼下杀不如放，欲擒故纵倒是上策。局长圣明。但是这个放字要讲究尺寸，是松紧适度，是对这两个人的监控还是要十分周密。在这一点上，请局长放心，我还算是一个细腻的人。景啊，在军情局这几年，我自认为自己已经是处变不惊了。但是你刚才的分析，倒令我毛骨悚然呐。不过，这也只是权宜之计。到了关键当口，这两个人还是要杀。这两个人还是要杀，明白吗？局长，说实话，公瑾不太明白，但是公瑾铭记。局长终于同意了我的选择，两个少卿都留下。从今天开始，1号苏少卿官复原职，继续负责2组的行动。那么2号苏少卿放到1组，由云发负责。你们两个给我听仔细了。对两个苏少卿的监视必须周密严谨，不得有半点的闪失。一旦有情况出现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是。几天来，二位替我操了不少的心，我谢谢了啊！今天我许
事了。完事儿了。经过核查，你们2个人都不是共党，现在自由了。你扯呢？2个苏少卿，总有一个是假的。蒙是蒙到我头上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啊，你们2个人的根子现在还没有查清楚，处长在这一块还有疑问吗？那就搞清楚了再出去，省得大伙心里不舒服。说气话，你的那个孪生姐妹我们已经给放了，我倒建议你出去会会，摆一顿酒席，给你压压惊，咱们一块儿喝。各位同仁，我觉得苏太太今天是最幸福的人，一下子拥有了2个女儿啊！看这样吧，以后坐在您左手边的就叫左少卿，坐在您右手边的就叫右少卿，这样今后同事们工作起来称呼上也方便，不然的话怕是要搞错的啊！你真是个高人，听你的。我还想说点题外话。随着2位少卿审查的结束，左少卿的忠孝军衔开始生效。那么右少卿呢？我想兑现我当初在北平特训班选苏少卿时的承诺，调升他为少校军衔。谢谢。真没想到，2位姐妹以这样的方式相认。但是我想问问各位，她们谁是姐妹，谁是妹妹啊？所以啊，苏太太，我还有一个提议：左少卿身为忠孝军衔，又占先来之力，所以以后就称其为姐姐。那么右少卿呢？少校军衔又是后来的，以后就称其为妹妹。苏太太，您意下如何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考虑的真细致，真周到。来吧，各位，让我们举杯，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恭贺。祝贺！谢谢楚总。看这意思，有话要说。对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看来我得好好的敬敬我那位姐姐。好。